It's a sort of story that you I'm coming back to life through the seven. 奶奶，坐会儿吧。三角梅，我妈最喜欢这个花了。我小时候，我妈跟我说这个花啊，都不用怎么浇水就可以开得特别漂亮。我那时候还以为她就是单纯的喜欢这个花，我后来想想，她应该是羡慕吧。羡慕他可以这么野蛮，那么坚强。可能人只有真正的面对一次彻底的失去，才有寻找自己内心的勇气。我妈一直挺爱你的，至少从你住院到现在，我感觉她变化挺大的，也挺坚强的。我知道他爱我，可能我以前一直都在逃避这些问题吧。从小到大，我就觉得妈妈很软弱，我爸爸又很严厉。最让我不解的是，我爸他好像对我有一种说不清的厌恶。阿姨喜欢，我以后天天买。谢谢谢谢，以后常来家吃饭啊，把这儿当自己家。玉慈，快来吃饭啦！来了，亮亮，我给你准备了一个通过答辩的礼物，真的啊？你看看，一个纪念册。哎，你不是说不回来吃饭？别说话，你给我解释一下，银行的校招为什么不参加？好好的工作，你为什么要拒绝？为什么呀，玉慈？那天亮亮的话提醒我了，我也不想被人安排，我也想考韩教授的研究生。你和别人能一样吗？你自己什么性格你自己不知道吗？这些年你什么时候让我顺心过？让你去银行工作就是让你尽快的去适应社会，而不是让你天天在家里写写画画，不切实际的。我想过我自己要的生活，怎么就不切实际了呀？你跟谁说话呢？我跟你说话呢，妈，我不吃。玉慈，玉慈，谁让你走的？叔叔你消消气，我去跟雨慈聊聊。你说你干嘛呀？发这么大火，好好说。
雨慈，这么多年了，怎么还这样啊？我也不知道。你跟你爸爸会这样吗？不太会。你说会不会有父亲天生就厌恶自己的女儿？从小到大，他一直都很讨厌我。我在想，是不是上辈子我们俩是仇人？虽然上次我帮我爸还清了债务，但是我和他之间的心结一直没有解开。早晚有一天，我也需要饶书生给我一个答案。饶雨慈，该换药了啊！怎么样？没事了，恢复差不多了，下周就能出院了。没事儿了，饶雨慈，我告诉你，下次再有这样的事儿，你得叫上我，最起码我可以大概率的保证，住院的不是咱们。包袱没响，也行，笑大了伤口容易震开。都过去了。他们都怎么样啊？挺好的，王蒙休产假的，另外2个要来，让我给摁回去了，怕打扰你休息。你想不想听点八卦啊？你不在这段时间，丽森可热闹。高特助帮白亮在蒋工厂的办公室里安了窃听器，后来给开了，还让公安局给带走，拘了好几天。蒋东朝得到了几个股东的认可，准备并购波斯。白亮亮呢？白亮从你住院以后就消失了，没人知道他去哪儿了。任总，这个还要吗？倒是有个老朋友回来了，陈曦。蒋先生，我回来了。陈曦现在负责公共关系部，咱管一部。对于蒋先生来说，陈曦是最没有威胁的一个，但是他针对3部，你得想好你怎么做。白木然死了，警方判定他是畏罪自杀。警察来找过我了，我把他做假盘、骗地墙的事情都跟警察说了，都结束了。真的结束了吗？要知道，百庆余不是一个好对付的角色，这件事情迟早会再找到你这边来。我只是想把他们对我做的一切都同等的还给他们。但是你要知道，以蒋东朝现在和百庆余的关系，丽森大概率不会站到你这边。我知道。任总，没想到吧，我还会再回来。丽森呢，每天都有人来，也有人走，我怎么可能都在乎呢？重点在于，回来之后还能待多久？对了，丽森的股东答谢会马上就要开始了，你作为公共关系部的总监，蒋先生的发言稿准备好了吗？
Good job。任总认为饶雨慈还会回来吗？既然饶雨慈和白亮亮都不在了，那我认为任总可以交新朋友了，就比如说我。等一下，陈总，东西给我吧，你可以先下班了。好的，陈总。你上来干什么？这是蒋先生过2天的演讲稿，我给你送过来了。下次发我邮箱就行了。小陈，谢谢这3个月一直陪在他身边，多亏你了。阿姨别客气，我应该做的。阿姨有些话在心里憋得慌，我想跟你说说，也想听听你的意见。好。我想雨慈在心里肯定是对我失望透顶了。我把她放在治疗中心那么长时间，她有多痛苦，我都不敢想。所以她从治疗中心出来以后，她也不愿意回家，我都能理解。但是这回，他受了伤以后，他也不愿意跟我多说一句话。我这当妈的，太无能，太软弱。阿姨，雨慈在您面前哭过吗？我见过一次，在丽森的门口，他爸爸当众打了他。什么时候的事儿？就是从治疗中心出来没多久。完全不知道，太过分了。雨慈一直为此非常痛苦。从专业的角度看，这也是他之前病了的原因之一。他就想搞清楚，为什么自己的亲生父亲对他会这么冷漠无情。我想帮雨慈解开这个心结，或许这样才可以让他真正的回家。其实，雨慈本来还应该有一个兄弟姐妹的，但是我们一直瞒着他。他爸并不是讨厌他，其实是恐惧他。前一阵他爸爸住院的时候，还一直在念叨那些让他恐惧的往事。是的，
就是他，就是他，是他不该活下来。余孽，要是活下来的是余孽，就绝对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。医生，他这是怎么了？他可能是受到了强刺激，血管堵塞导致脑部也出现了脑梗塞。现在他是在抑郁的状态，病人还没有完全清醒。余孽，余孽，余孽。今天得知老婆怀的是双胞胎，整个人心情很好。我想给一个孩子取名叫余念，另一个孩子叫雨慈，真是既兴奋又紧张。希望这两个宝宝长大以后可以相依相伴。你看，哦，这些光斑，都是出血的表现。哦。主任，这什么意思啊？我不太明白。简单的来说呢，这是一种非常罕见的人体疾病，因为双胞胎共用一个胎盘，两个胎儿呢会非常均匀的吸收营养，然后在妈妈体内快速的长大。但是现在的状况是，一个孩子是正常的胎儿水平，另外一个病理性的小了一些，也就是说，一个孩子吸收营养的速度过快，会抢夺了另外一个孩子的营养，导致另外一个胎儿逐渐萎缩，最终，您的意思是，我的一个孩子在肚子里吸收了另外一个孩子？我非常理解你现在的心情。说实话，我从医几十年了，也是第一次遇上这样的问题。但这种情况呢，在医学上确实是存在的。今天从医生那里得知了一个晴天霹雳的消息，我的一个孩子正在慢慢的吸收另一个孩子。赵和因为怀双胞胎，已经患上了妊娠糖尿病，因此我不敢告诉他这个变故，只能把这个坏消息藏在心里，独自承受。恭喜你啊，是个女孩，您抱着看一眼吧。护士，他这个是胎记吗？哦，不算是，之前不是肚子里还有另外一个吗？这个是那个孩子被吸收掉的印记，一般长大慢慢就没了。哦。喂。喂，书生，你快回家来吧，你妈快不行了。今天我的女儿出生了，几乎同时，我的母亲也离世了，我父亲悲痛至极，甚至于对孙女的到来也显得格外的淡漠。昨天晚上，工厂着火了，烧死了2个工人，仓库里的货和设备也全毁了。接二连三的巧合，亲戚们都在说，是女儿带来的。这些事儿藏在我们家心里很久很久了，我一直不敢告诉雨慈，我怕伤害到她。阿姨，不要自责。雨慈这次从鬼门关走了一遭之后，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。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试着去理解雨慈。阿姨，雨慈很脆弱，关于那些往事，务必不要让雨慈知道，她可能接受不了。
慈，我给你做了一些好吃的。来，休息。你看，有西红柿炒鸡蛋，看青菜炒虾仁。 多吃点啊，身体才恢复得好。这段时间，我陪着你在医院，我就想起我当年在医院生你的时候，你看。 这还是你满月的时候，胖乎乎的，多可爱！看你睡的这小枕头，还是我怀着你的时候一针一线自己缝的。一转眼，你都成大姑娘。你看，这是你上幼儿园的时候拿的第一张奖状。你仰着小脸跟我说：“妈妈。” 我要把全世界的奖状都赢回来送给你。你还记得这张奖状吗？哎呀，不说了，快吃，吃饭。月慈，妈妈今天来是想跟你道歉。妈妈是把你带到这世界上来的人，但是没有保护好你，让你受了那么多的伤害。妈妈对不起。 你怎么你老实一点！其实每周四，妈妈都会去给你送你爱吃的菜，但是医生说，怕你见到我会触发你的极端情绪，所以妈妈没敢真正的和你面对面。叔叔回来了。亮亮。 阿姨，阿姨，亮亮，亮亮，怎么样？见到雨慈了吗？我都安排好了，下周我们一起去。他是不是好多了？所以能够见我了？他现在在那边习惯吗？别激动，你的身体最重要。妈妈真的很自责，白亮亮做了那么多伤害你的事儿，还故意制造我们母女的隔阂，妈妈都不知道。月慈，妈妈。 阿姨，玉慈，不能见他，我会伤害他的。玉慈是妈妈。玉慈，玉慈，玉慈。 快点，玉慈！
你能原谅妈妈？妈妈真的太软弱、太无能了。我错了，真的，妈妈错了，妈妈对不起。你能原谅妈妈吗？妈，我的女儿，雨慈，回家吧。会好的，孩子。回家吧。哎，玉慈，欢迎回家。看我真是太疏忽了，小陈叮嘱过我要好好检查的，我还是忘了。他人呢？他还在昏迷中。不急，慢慢来。好太多了。医生说，只要我们按时吃药、按时复健，就一定能好的。我们都不要放弃，啊？啊。哦。妈，亮亮，我回来了。徐老师，我回来了。妈，明天我就带你去把林美香88号房本的名字改过来。以后我们一家人好好的在一起生活。真的？真的。我的亮亮回来了。好，以后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好好的生活。大师，你醒醒啊！你怎么了？你别吓我呀！啊！来了，元子啊！你快看看呢，我采完了来不及了，时间来不及了。
别吃我，别吃我！鼻阳管放嘴里了，胸导连贴脑袋上了，亏你们想得出来。你看到没？我说有问题，你们说没问题，那一下露馅了，丢人啊！你同意的，那你为什么不反对？我随缘的。你随缘，你停！多大年纪了，还玩这个？谁让你总吓唬我们的？对，今天我们也让你尝尝被吓唬的滋味。三个坏蛋。对，我们是坏蛋三人组。幼稚！你以后不准跟我们开这种玩笑，吓死人了。这句话也送给你。我们没想到比我们还要疯。都好了吗？好了。那接下来想好要做些什么吗？赖灿，你出院以后你有什么打算？反正不管怎么说，不要回丽森了，不要回丽森了，饶一次。你说我好歹我好不容易我掌管2、3部，虽然是暂管吧，我早晚有翻身那一天。你说你一回来，我这屁股往哪坐呀？今天这包是想不了了，听哥一句劝好不好？人不能老是活在过去，老是活在阴影里。就这肩膀上不能背太多东西，你会累死。谈谈恋爱多好。作为你的朋友，我给这陈医生我打满分，为自己而活，好不好？接下来无论你愿不愿意，都会被裹挟进去。不仅是你，包括你身边所在乎的人，也无形中被裹挟进去。我花费了几10年的时间，一步步从泥潭里挣扎着爬出来。我苦心经营的丽森，没有人能够把我踢出去。欢迎各位莅临本次丽森集团股东答谢会的活动现场，掌声有请蒋东豪先生。今天是咱们丽森的股东答谢会。按照以往的传统，我应该先讲一讲丽森背后的故事。年年如此，一成不变。我们这些老朋友肯定都听腻了吧？所以，我今天就要打破这个常规，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故事。我们是大学同学，都是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的，但我们的故事却像一部文学小说一样，相识、相知、相爱，一起出国打拼，携手步入婚姻殿堂。可是命运就是这么可笑。就在我天真的以为我马上就要登上了我人生的巅峰的时候，医生告诉我们，我的妻子得了癌症。听到这个消息之后，好几天我都没有睡。